在我把第一次交给裴查德几天后，哥哥约书亚突然打电话约我吃饭。看着不久前还在我耳边低语会珍惜我一辈子的男人，我的眼睛一阵刺痛。此刻，查德正红着脸，小心翼翼地给另一个女孩剥虾。哥哥毫无察觉，只是冲我坏笑，羡慕了，也想谈恋爱了。我强忍泪水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是啊，约书亚，爸妈不是一直说要给我介绍个特别好的人吗？我同意了。查德手里的碗突然滑落，哐当一声摔在地上。服务员很快过来清理碎片。哥哥疑惑地看向查德，兄弟，你怎么回事？交了女朋友，连碗都拿不稳了？查德脸上的慌乱瞬间消失，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。他靠回椅背，神情冷淡镇定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没事儿。克洛伊·福克斯凝视着他，眼神羞涩，像春日池塘般波光粼粼，讨厌了。查德往椅背上一靠，随意地将手臂搭在他的椅背上，顺势把他揽进自己的领地。他低头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怎么，不爱听？克洛伊娇嗔地推了他一把。哥哥捂住脸，吐槽他们在公共场合秀恩爱。我只是低头扒饭，假装没注意到查德频频瞟向我的目光。约书亚回到之前的话题，莉莉，你刚才说真的？没开玩笑的话，我现在就给康打电话安排一下。我的手紧紧攥着勺子，喝了一口汤，又挤出一个微笑，当然是真的。看到查德和克洛伊这么恩爱，我也想找个人好好谈恋爱了。恩爱2个字，我特意加重了语气。查德正咬着汤往嘴里送的手顿了0点几秒，随后他转向克洛伊，声音温柔，小心点，烫。哥哥大笑，好嘞好嘞，我妹妹终于想谈恋爱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回家我就给康纳打电话。哐当，勺子砸在桌上的声音格外刺耳。查德的声音低沉，抱歉，手滑了。克洛伊握住他的手，语气满是关切，没烫到吧？哥哥又开始抱怨自己是电灯泡，说早知道就不临时约我了，害得我跟他一起吃狗粮。克洛伊的脸颊红得像晚霞。快吃完饭时，克洛伊借口去洗手间。就在这时，哥哥接到一个电话，得去挪车。餐桌旁突然只剩下我和查德。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桌上的打火机，挑眉看着我，哟，沈丽丽，长大了啊，语气里满是讽刺，学会欲擒故纵了。傻子都能听出他话里的尖锐。我强压的苦涩再次涌上心头，像有一只大手攥着我的心脏，疼得喘不过气。我努力开口，逼着自己微笑，怎么？只许你放火，不许我点灯。查德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可克洛伊已经回来了。他匆匆丢下一句，别胡思乱想，回去再跟你解释。然后就起身笑着迎向克洛伊。他说教授找他有事，得回学校了。查德了然地点点头，搂住他的腰，送他出去。克洛伊回头，略带歉意地看着我，丽丽，我们先走啦，下次见。我只是摇摇头，含糊地说没事。他们离开时，查德一直回头看我，可我始终盯着餐盘，不愿与他对视。约书亚回来看到空桌，一脸困惑，查德呢？今天该他买单啊，他不会真吃霸王餐跑了吧？我没有回答。哥哥依旧没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拿起外套就去结账了。车子在红灯前停下，约书亚终于打破沉默，丽丽，你怎么了？从餐厅出来就一直闷闷不乐的。我强装微笑，试图转移话题，约书亚，我想回家住。他猛地踩下刹车，脸上洋溢着纯粹的喜悦，你终于想回家了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告诉爸妈。我让玛利亚重新装修你的房间，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，尽管说，哥都给你办。车子重新启动，他还在絮絮叨叨，你想什么时候搬回来？今天吗？会不会太急了？会不会给大家添麻烦？我看着他，突然有些心慌。他伸手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家人回家怎么会是麻烦？别担心，有哥在。
对了，要不要告诉查德一声？我轻轻摇头，不用了，小事而已，没必要麻烦他。我不想让克洛伊误会。约书亚点点头，接着开始详细规划我的房间装修。我转头看向窗外，快速拭去眼角的泪水。窗外的树木模糊成一片绿色的残影。就是这样一个日子，我第一次住进了裴家。3岁那年，一个老乞丐上门乞讨，妈妈给了他一顿饭，他却用异常严肃的眼神看着我说：“这孩子想活到18岁，必须远离你们抚养，否则10岁前必遭横祸。”爸妈起初只当是胡言乱语，可我3岁生日过后就开始频繁生病，最严重的一次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慌乱中，哥哥想起了老乞丐的话，几经争执，他们最终决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于是，他们把我送到了邻市的世交家，裴家，也就是查德家。我在那里住了15年。车子驶进山上的裴家别墅时，我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，哥哥对此一无所知。我跳下车，故作开心地说：“嘿，约书亚，等我几分钟，我拿点东西，很快就好。”别墅前的花园一片狼藉，工人们正忙着挖坑种树。看到我，裴家管家神色慌张：“沈小姐，您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”我起初有些疑惑，直到看到那一幕，我的所有行李被随意堆在储藏室门口。管家连忙解释：“裴少爷说把您搬到东厢房，只是房间还没收拾好，所以先把您的东西放在这儿了。您先坐会儿，我让工人快点。”一颗本以为早已破碎的心，再次被狠狠剜了一下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：“没事，这不是他们的错。”我弯腰开始收拾东西，把重要证件小心翼翼地放回行李箱。花园里的噪音不断，我忍不住问：“怎么突然要打理花园？”管家恭敬地回答：“少爷说家里很快有喜事，未来的裴太太喜欢铃兰，所以要把那些不重要的植物清理掉，腾出地方种铃兰。少爷昨天从国外空运的，今天下午就到，特别珍贵。”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喜欢郁金香，跟查德提过好几次，梦想着花园里能有一片郁金香田。他要么皱眉说太麻烦，要么挥手让我找管家。作为寄人篱下的客人，我始终没好意思提这种无理的要求。可铃兰比郁金香娇嫩难养100倍。原来不是麻烦，只是看他愿不愿意为那个人麻烦。行李堆最底下是一个装着查德相关物品的盒子。他为我折的9999支千纸鹤，我们的第一张合照，两人都刻意站得很远，怕被他父母发现。他18岁第一次深海潜水带回来的珊瑚。他说过，希望我们能一起经历更多的第一次，只想和我一起看遍世界的美好。昨晚的画面涌入脑海，他抱着我，柔声哄我再来一次。这比任何肥皂剧都令人作呕。我躺在他怀里，问他什么时候告诉双方父母我们的事。他说很快，很快就是今天，和他女朋友一起吃饭。眼泪再次落下。管家轻声问：“沈小姐，您还好吗？”东厢房布局一样，采光也很好，就是好久没住人了，有点灰尘。您要是有不满意的地方尽管说，不然少爷回来会怪我们的。我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我回我家住几天。”他明显松了口气。我提起行李箱，指了指那个装满回忆的盒子：“麻烦你把这些都扔了吧。”管家愣住了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在裴家的15年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哥哥瘫在驾驶座上玩手机，看到我出来，立刻跳下车帮我提行李箱。不再住几天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别墅，苦涩地笑了。不了，都结束了。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，查德打电话来了，我直接忽略，当成骚扰电话。哥哥专注开车，没有注意。他又提起了晚餐的事，我终于忍不住，语气犹豫地问：“约书亚，查德和克洛伊是怎么认识的？”哥哥叹了口气，陷入回忆：“哦，克洛伊啊，他是查德的白月光，他的梦中情人。这些年他一直单身，就是在等他回来。”
高中的时候，他还为了他被休学过。当时他在餐厅打工，有顾客骚扰他，查德抄起啤酒瓶就砸在了那人头上，把人家肋骨打断了，自己腿也在打斗中骨折了，两人都进了警局。因为查德当时未成年，赔钱私了了，但他逃课去救场，还是被休学了。他耸耸肩，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，我跟他不在一个高中。你当时在参加夏令营，可能没听过。我本就跌到谷底的心，瞬间坠入深渊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个夏令营，我们在国家公园露营。那天晚上，附近工地的几个工人偷偷溜进了营地。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感觉，粗糙的手摸上我的大腿，那种黏腻的、噩梦般的触感，像病疫一样缠着我。有女孩在尖叫，不止我一个。其他女孩的父母陆续赶来讨说法。我的父母在国外，哥哥在宿舍赶不过来，我又不想麻烦陪家父母。我唯一能想到的人就是查德。我颤抖着给他打电话，以为他会立刻放下一切赶来。可电话里他的声音含糊不清，我这边有点事，你再等等，好吗？我保证，明天一早第一个去看你，我发誓。我满心失望，还是答应了。营地把我们安排在酒店，那一夜我彻夜未眠，一闭眼就是那个陌生人身上的烟臭味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脸疲惫的查德出现在酒店门口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扑进他怀里，放声大哭。他踉跄着后退一步，语气里带着无奈和心疼。好了好了，我来了，别哭了好不好？等我哭够了，才发现他拄着拐杖。他说自己打篮球摔伤了，是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的。我满心愧疚和心疼，轻轻摸了摸他受伤的腿，还疼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受伤了。他苦笑一声，调侃道，疼啊，不过你亲一下，说不定就不疼了。说完他自己也愣住了，和我一样惊讶，因为我真的踮起脚尖，在他的下巴上轻轻啄了一下。我羞得想躲开，他却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拽进怀里。他的呼吸很重，声音突然变得沙哑，像是在极力克制什么。他咬牙切齿，一字一顿地说，丽丽。接吻，那是男生该主动做的事。我只是含糊地应了声，哦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你怎么哭了？哥哥担忧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。他正准备靠边停车，我赶紧抓起一把纸巾擦脸，编造借口，我只是被查德和克洛伊的爱情故事感动了。约书亚看我的眼神半是好笑，半是无奈，你们女生真是多愁善感，这么容易就哭了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着查德的名字。我转头看向窗外，生怕自己的表情暴露一切。查德低沉的声音带着一丝莫名的怒火，通过扬声器传遍车厢，约书亚，你知道你妹妹在哪儿吗？